别人要2度创作的呀，你看到的是成片，你没有看到创作过程，你又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完全是编剧写的呢？其实是我自己加的。我当时想的是，以线这么古灵精怪的一个人，肯定是就1500。但是上来有空了一下，我不应该控制。好奇怪，因为你看他写的其实都是在这绕着江映里走了2圈，是哪敢啊！我真的见到这应该是很激动。那你就抓手啊不，不然就重拍这段，呆住，上来抓住你脚，我觉得很奇怪。这次就不碰了。对，呆住。一直是。甚至我觉得，要不你晕的时候稍微晚一点点，就我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过程。就闪回完了之后，然后我会有一个眼神的一个转变。你等你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再晕。可以啊，可以啊。肖战趴在车上，然后呢，他有些小手势的动作，他加了那么一点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丢拖鞋的那个部分，然后丢了几次之后呢，忽然间砸到他了，然后他还躲一下，然后还擦一擦车，这个就特别好。我觉得顾魏在一开始的设定上面，他们会有一点想办法往一个铁臂男的那个人设上面去做，但是其实后来我们探讨了一下，我觉得不合适的第一点是因为他已经30了，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什么都特别不懂的一个小白鼠一样，会干出一些非常玛丽苏的一些事情，为了做一些梗去做的一些梗。所以我尽量，我们跟导演、编剧、制片人都探讨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说把这个人合理一下。其实我对顾魏的理解，我是觉得他其实都懂，他只是不想表达。我们俩分手那场戏，他拉我手那个点是他即兴发挥的。我们演完第1遍之后，他就是拉了我的手，然后我当下，也是内心挣扎了一下，然后还是走了嘛。然后演完之后，他就问我说：“斐然，你觉得我这么加了一个这个点，你觉得可以吗？”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也展示了他这个人物当下更难的一个困境，也展示了我这个人物的决绝。我觉得就都立住了，因为这个动作2个人物都更加的立体了吧。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其实想说有没有可能去大声的说啊，小伟啊，一定要怎么样。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行？也许他有千言万语，但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对这个点是稍微做了一点点设计，就是强化这个童医生的这个点，所有人呢叫他护士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肖春生一直说童医生，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设计吧。他这么骄傲的一个人，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回北京竟然是被人坐轮椅给推上火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内心其实是很受伤的，所以他被人抬上火车的时候，我自己会就想做点什么，然后我就看见那儿有个杆儿，我就自己扶了那个杆儿，就是我觉得这是肖春生会做的，就是他会不太喜欢麻烦别人。他当你面感动不是特别好弄，要不我吃橘子吧，我吃橘子感动也行。位置吃我拿到这儿吃。好，可以了。好，站长，我觉得刚才那个评委很好啊。我每次导演就说：“春生说2句。”我想说导演我说啥呀？剧本上也没有啊，你随便说吧。然后我就现场就想一想说什么，然后哔哩吧啦一顿说，一顿输出，太有距离感。所以我也在想，可以在比如说他没有那么高冷的地方加入一些让这个角色可爱的元素啊。因为那场戏跟我最初看到的那个剧本其实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然后石颖在原剧本里面是对朱茵有一个安抚，就是说你不要难过了，我不怪你。我就有一种感受，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相爱的人应该有的状态。真正相爱的人的状态应该是，我想你为我难过，临死的时候我能听到你发自内心的为我难过，我就会很开心。编剧、制片人，我们都发生了激烈的探讨。我是石颖的话，我就要让你出现行动。我死了你会难过吗？会比那个人死的时候更难过吗？我要笑着看着他说，我就要看他心动。为了我心动，是为了石颖心动，我赢了。破坏王现在就是完成跑，骑马，就围着石颖，你只要不碰他，怎么都行。能不能我直播带你骑马？
你想怎么融到那个节奏里？因为剧本里面只是写了说把朱颜藏进了袖子里面，但他没有跟你说你是要旋转还是要怎么样。然后我就刚好穿着那个衣服，我说那我试一下有没有用一种方式，它既又漂亮又利落又符合美感的把朱颜装进这个袖子里面了。所以我们就试出了这一条。说什么不要拍马屁这种，一看就是你自己讲。对，这个肯定是不要拍马屁。他当时有一下这样扶我的脸，我觉得还挺好。对，那有没有可能是我就是不吐气，然后我的头其实这样了，然后他着急了，猜看我不行了，给我扶正，然后就来那么一下。他把那个方老师给打败之后，也不是打败，就说你别送了，我来送。然后他那一跳，其实就是我当下我就觉得我想跳，我就觉得我很开心，砰我就跳了一下。大家觉得好像还挺可爱，挺有意思的。对，很多这样的点，其实这个真的是临场。我说我能喊吗？就是走戏的时候，他们说你喊呀。我想那我就喊了，我就喊了前夫哥，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剧里面那些什么空气投篮啊、大浴巾啊、赶电梯急刹车、面包上画小兔子，哪些是你自己设计的？其实都是，与其说用设计这个词，在骄阳这个剧里面，你不如说很多都是当下真情流露的东西，我没有去预设，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试妆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衣服，包括有一些大品牌的衣服，但是我们怎么能让观众去相信盛阳的这个成长环境以及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我连上班我每天穿的不一样，我无法让观众相信，我也无法说服我自己。那上班就基本上同一件内搭就好了。我有去观察，因为我们这个戏里面有很多前辈演员，然后呢，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的嘴会习惯性的向下。这个细节我跟导演讨论过，然后我想说，那我能不能把这种细节加到里面，会帮助你自己把那个年纪的那个感觉往上提。我们不是在我们的从业生涯当中，永远都是那种顶级的剧本给到你，很多都是烂到不得了，连基本逻辑都没有的剧本。可以有烂戏，但是烂不到你才是好演员。